小小姐们第5集开始喽！大姐反复看着名车豪宅的照片，始终无法相信这一切真的属于自己，还说现在马上就要去新加坡眼见为实。崔哥笑着制止了大姐，因为以他现在的处境，暗中不知有多少只眼睛在观察着大姐的一举一动。想要去新加坡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所以大姐就必须接受孝琳妈妈的提议，做她的助理。崔哥继续说道，再过不久就是在新加坡举办的世界兰花会展，孝琳妈妈每年都会通过买卖兰花的方式洗黑钱，以往都是由申理事和花英负责，但现在他们都不在了，孝琳妈妈很有可能会让崔哥帮忙，届时他就会以人手不足的借口来要求身为孝琳妈妈助理的大姐来帮忙，在这之前大姐一定要取得孝琳妈妈的信任。崔哥在送大姐回家时，刚好被钟浩和二妹看见。钟浩认出了崔哥就是当年在国外留学圈里大名鼎鼎的学霸，毕业后还成为了洗钱专家。气急败坏的二妹急忙冲到两人面前，开始胡言乱语，说大姐离过婚，而且只喜欢开德国车的男人。没想到崔哥顺势推舟，假装起真的在和大姐交往中的样子。夜里，大姐躺在床上，还在欣赏着名车豪宅的照片。她不明白花英到底为何这么做。突然，她回想起当年和花英一起在新加坡旅游时，自己看着远方的高级公寓说过，如果能变成有钱人，在那样的地方生活一天，便死而无憾了。大姐这才意识到花英是为了满足她的心愿才这么做的。之后，大姐下定决心要帮花英完成她生前的计划，正式开始了担任孝琳妈妈助理的工作。这天，孝琳妈妈要去新加坡参加朋友百货商场的开业典礼，而且故意没有告诉大坏蛋，打算来个先斩后奏。她知道大坏蛋一定会大发雷霆，便叮嘱大姐要她照顾好自己的女儿，而且希望大姐可以留宿一宿。当晚，大坏蛋到家时发现老婆行踪不明，暴怒之下便拿起高尔夫球杆把电视机砸烂。他从大姐的口中得知，老婆去了新加坡参加朋友的开业典礼，他便找来崔哥，要他明天就把孝琳妈妈抓回来。大姐看着眼前这个连发怒都毫无表情的大坏蛋，不禁脊背发凉。夜里，他找来崔哥，直言这一家人全都是神经病，如果被大坏蛋发现他们的计划，自己的下场一定惨不忍睹。崔哥感到了大姐对大坏蛋的恐惧和对自己的不信任，再次提起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安抚大姐，还说他已经以大姐的名义开设了一家空壳公司，会把所有的钱转出去，然后再用账本逼迫大坏蛋放弃追查这笔钱的下落。以崔哥对大坏蛋的了解，他为了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绝对会接受这笔交易的。隔天，二妹来到姑奶奶的公司，莫名其妙便成为了公司的理事。姑奶奶毫不掩饰地告诉二妹，她打算把二妹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二妹当然不会放弃自己热爱的记者工作，但姑奶奶说，当时因为三妹的医疗费，你跪在地上求我帮忙的时候说过，只要我肯帮忙，你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姑奶奶并不是想以此要挟她，其实她一直很欣赏二妹。当晚喝得醉醺醺的孝琳妈妈终于到了家，大坏蛋没有发脾气，反而很温柔地质问她，此次去新加坡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孝琳妈妈说，她每天都要在别人面前秀恩爱，真的很累，她真的只是想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参加派对，和身心健康的男人调调情而已。大坏蛋还是不相信她，便开始翻起行李箱来寻找着什么。孝琳妈妈终于忍不住便冲出了家门。隔天，这两位便在人前开始秀起了恩爱，搞得大姐白眼都要翻到了天上。孝琳妈妈因为宿醉，开始在洗手间里呕吐了起来，不小心弄脏了身上的衣服，大姐手忙脚乱地帮她清理，还打算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她。孝琳妈妈看着大姐的这通操作，笑得合不拢嘴。她直接带着大姐来到了一家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服饰店，除了给自己换上了一套漂亮无脑败家女的闪亮套装外，还顺带把大姐精心打扮了一番，还告诉大姐，她之所以会以漂亮无脑败家女的形象示人，就是为了衬托出老公的睿智。就在他们要离开服饰店的时候，敏锐的孝琳妈妈感到有人在监视，马上回到服饰店，从后门跳上出租车离开。他们一起来到了花英的住处，回忆起和花英相处的时光。在这里，孝琳妈妈成功扮演了一个孤独柔弱、长期遭受老公家暴的富家女，得到了大姐的同情。当大姐和崔哥见面后，便开始感叹起孝琳妈妈其实是个可怜的女人。崔哥笑着说，大姐最大的魅力就是傻，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大姐还想反驳，崔哥继续说，孝琳妈妈是一个很擅长操纵人心的高手，她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博取大姐的同情，从而使大姐心甘情愿地帮她做事。而大姐当时的真实反应反而促进了他们去新加坡的计划。孝琳妈妈应该不久就会要求大姐帮忙。还在那里感慨孝琳妈妈精湛演技的大姐接到了二妹发来的短信，说是有关崔哥的重要消息，一定要告诉大姐。见面后，二妹便告诉了大姐自己对崔哥的调查结果。多年前在墨西哥发生了一起疑似突然加速造成的机动车坠崖事故，幸存者也是驾驶者便是崔哥，而坐在副驾上的便是他的女友。事故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不仅如此，他的成长背景也很复杂。在崔哥12岁的时候，崔妈妈因为拆迁费的问题，用锤子杀死了当时的拆迁委员会会长。崔妈妈被捕后，崔哥便通过园林建设提供的奖学金到美国留学，而当时那片土地的开发商便是园林建设。大姐听闻这些，并没有对崔哥产生任何怀疑，反而开始指责妹妹，怎么可以仅凭这些就这样污蔑一个你根本不了解的人。这时二妹盯着大姐直言，你喜欢他。猝不及防的大姐好似一个被说中心事的小女孩，捂起了脸，否认说崔哥在她眼里就是钱，两人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心烦意乱的大姐突然抬头看到了那株代表死亡的兰花，和之前在花英家还有新理事车祸现场见到的一模一样。二妹和钟浩双双质疑，这绝不可能，因为他们之前为了调查这种兰花的来历，去了从澳洲作家那里得到的那个地址，原来这里是袁将军早年新建的学校。二妹和钟浩伪装成电台的工作人员，打算拍一部纪录片。校长直接便说，你们是因为越南幽灵来的吧？说罢便带二人来到温室进行拍摄。校长娓娓道来，在全世界范围都很稀有的这种兰花可谓兰花之王，早年间袁将军在越南战争中将它带回了韩国。当钟浩说某位兰花研究学者说过在这里已经成功人工繁殖了这种兰花，当即就被校长否定了，还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当钟浩和二妹听到大姐说在不同的案发现场都见过这种兰花，感到十分吃惊。第二天，二妹被带着收集来的所有情报，急匆匆赶到电视台找领导汇报，刚巧在楼下遇到了失魂落魄的姑奶奶。看着神色古怪的姑奶奶，二妹有点好奇，但她现在心里只想着死亡兰花的事，便没有过多追问。二妹当着领导的面激情澎湃地给他讲解了关于死亡兰花的一切，还强调说这件事不可以让二妹的死对头记者知道，因为他发现这个死对头竟然也是出身于这所学校。还没等二妹把话说完，领导便接到了一通电话，然后领导告诉二妹他已经被解雇了。二妹突然想到刚刚在楼下撞见姑奶奶的事，便怒气冲冲来到姑奶奶家。正在通话中的姑奶奶一脸严肃地告诉二妹她并没有这么做。这时二妹想到很有可能是大坏蛋在搞鬼，便闯进了发布会现场质问他。其父亲在生前拥有近100亿资产，并非他所讲晚年过得苦不堪言。大坏蛋则默默看着二妹不发一言。此时在孝琳家的大姐正在到处寻找孝琳遗落在某处的手机，偶然发现了一幅画，吓得她花容失色。上面画的是一个悬在半空中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人，这让她想起了花英。大姐立刻来到学校，找到三妹和孝琳，迫切地想从孝琳口中得知到底为何会画这幅画，因为大姐朋友的死状和画上的一模一样。孝琳听后问道，那是姐姐朋友的房间吗？她是什么时候死的？当晚三妹发现孝琳不见了，便和大姐开始急切地寻找。通过监控发现孝琳在她父亲的车里盯着手机看着什么。他们急忙赶到停车间，找到了几乎晕倒的孝琳。此时三妹发现掉在地上的手机正在播放一段行车记录仪的影像，日期正是花英出事那天。大姐急忙夺过手机定睛一看，顿时被吓得魂不附体。影像中播放的正是去往花英家的路上，到了目的地后从车上走下来的那个人便是大坏蛋。第5集就在大姐的震惊中结束了。不过我觉得孝琳画中的那个女人有可能不是花英，因为花英的脚腕上有标志性的兰花纹身。还有就是，虽说大坏蛋当晚的确去过花英家，但我觉得花英未必就是他杀的。他下车后为何会回头意味深长地往车里看了一眼，而且车灯还亮着？我猜测他有可能是帮他老婆收拾残局。好啦，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